本期视频你将看到走进科学之纯电车长途跋涉4000公里，为何可以不充电？换电站遭遇围观为哪般？我在长城脚下开车，在沙漠里做索道，在电闪雷鸣中穿梭。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每年的常规自驾游行程它又来了。去年呢，冬天去的是东北，夏天去的是潮汕。今年呢是从上海出发，先开到建设中的雄安新区，接着呢去山西大同，从山西大同呢经过内蒙古呼和浩特，开到沙漠的边缘响沙湾，在那里参加了未来的 EP Club 活动之后，再从鄂尔多斯一路南下到西安，再从西安途经信阳，最后回到上海。我开着一台2023款的 ES8，全程只靠换电出行。出发前的车里程是1.6万公里，回来的时候呢已经2万公里了，全程一共行驶了4600多公里，全程换电不充电。我的 ES8 呢是用 bus 方式租赁的75千瓦时电池。出发之前呢，我先去换电站租了一块100度的电池。未来这种租赁方式很方便啊，平时的城市通勤的话，你压根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池。长途出行的话，临时租用一块100度就足够了。每天的价格呢是50元，月租呢最高880元，每个月封顶，非常的方便。考虑到呢每天开车不要太累，所以起初呢我计划第一天就先开个1000公里，大概呢到河北衡水找个地方住下来。好，它会自动规划我到底要换几次电，大概要换2次电就可以搞定这将近1000公里的行程。你看沿途换电站自动下单，共2个，对吧？自动下单。好，我们就可以走了。中间换电站都是自动规划的，而且这一条路全都是换电站，所以理论上说，不光是理论上，实际上我也就是不需要充电。去衡水呢没有别的原因啊，我就是想路过一下衡水中学，这家久负盛名的中学，给了很多人高等教育的希望。一路呢高速的 NOP Plus 领航辅助开着，自己超车自己变道，人呢就是作为一个监管者，驾驶起来很轻松。我长途旅行开高速公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顶着限速，甚至还会略微高一点的来开。那我开车的时候呢，也不会刻意的去省电，我空调呀、座椅加热啊、座椅按摩之类的该开都开上。我甚至呢还会听听 Neo Radio 啊，自制的沉浸声。总之呢，舒适性的体验肯定是要比油车更加好的。嗨，农民，我来啦，打开座椅按摩。没问题。随着未来的车呢越卖越多，未来在人们心目中的品牌形象也在上升啊。经常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未来的换电站，哈哈。其实未来在全国已经建设了超过2400多座换电站了，就算沿着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都有600-700座了。只不过呢，他们可能是在服务区的一些角落，不如加油站那么醒目。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那你看这一站宝应，然后下一站服务区都有换电站，我带大家来瞅一眼。我现在不需要换电，但我带大家来看一眼这个换电站。宝应服务区左右两侧又都有换电站的，其实这个换电站的建设密度已经非常大了，基本上你跑着70度的车随便开都能到。大家瞅一眼我们就撤啊，看看啊，应该是这边走。对，我看到了，就是你看把换电站建在服务区，这个效率绝对是你长途通勤的制胜法宝呀。来，我给大家看一眼，看到了吗？这个就是换电站。像这样的服务区的换电站，在中国已经有大几百个了，就是这样子的换电站。再掉个头给大家瞅一眼，来给大家瞅一眼，别的没看见。很多同学说这个换电站平时是吧，这关着门，那其实是没有车来，所以他才会把门关着。像这个门开着，意味着等会儿就要有车来换电了。好，我们去下一站换吧，反正那个换电站这么多，无所谓了。未来的换电站绝对是你跑长途的那个稳定的保障，因为每一次就3分钟，3分钟一定能搞定。即使排队，你数一下有多少台车，你等的时间是可预期的。这个比充电啊，每一次你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然后你也搞不清这个桩行不行，会不会跳桩，这个差别十分巨大。好，我们去下一个服务区叫平巧，我们在那儿去换一站。还有一个就是电动车的好处啊，像这样你开出去，对吧？保证能跟车流河流上，就不会特别的慢，然后堵住车道。你看这个河流道其实挺短的，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到了120左右了，我们就可以轻松自在的超车，所以这是电动车动力好的优势啊。好，下个换电站再见。
这次呢出行的第一次换电呢是在 GR 京沪高速的平桥服务区，我就剩25公里的续航了。反正呢，我觉得一个好的服务区的标准是呢，服务区的厕所呢要干净整洁，服务区的卫生间呢要提供有热水洗手，吃的东西呢要有肯德基、麦当劳、老乡鸡或者任何连锁的商场。在充电补能方面一定要提供有换电站，这是我对好的服务区的标准啊，你们觉得呢？那这一路下来呢，换电站真的超级多。你看，在74公里之后的牧羊服务区其实又有换电站的，然后新沂服务区还有换电站，再往下走，临沂南服务区还有换电站，再往后沂南服务区还有换电站，这一路换电站真的太多了啊！我在途中呢还有额外一个需求，就是想知道服务区到底有哪些店，比如说到底有没有肯德基，到底有没有麦当劳。目前的 Nomi 呢还是做不到呀。嗨，Nomi，在呢。牧羊服务区有肯德基吗？是要去肯德基洋河发展店吗？牧羊服务区有麦当劳吗？要导航去宿迁万达广场麦当劳吗？不需要，退下。好的。所以呢，给 Nomi 团队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吧，这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需求啊。中午11点的时候呢，我饿了，于是呢就想着去牧羊服务区吃个饭。好了，前面的牧羊服务区不提供加油服务，看到没有？牧羊服务区没有加油站，但是呢，它有充电桩，有换电站。这个以后也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吧，就是加油的车逐渐会减少的，最后都是一些大货车呀，对吧？一些特种车辆会需要加油，大部分车都电气化了之后，这很正常。而且你现在审批一个加油站的环评越来越难，对吧？那个作为综合补能商，像中石化他们都是在加油的同时还额外提供充电桩服务的，这是一个趋势。然后这个服务区中午了，我们找个点东西吃一吃，也不用换电，也不用充电，啥也不用干。但是牧羊服务区呢，是前阵子雷军开车，那个跑冬季续航的时候，不是冬季续航，那个雷军开车测试吧，他认为这是测试，其实就是一个旅行吧。然后在牧羊服务区用未来的那个充电桩充的电，因为未来的充电桩最高能提供500千瓦呢。我们来看看在哪里啊？能提供500千瓦，这个功率是相当之高呀。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那这边是国家电网，前面是未来的，是吧？要不72%完全不用充电，我们把车靠到前面去，然后你看换电站小哥正在维护，哎，这个工作很辛苦的。我们去前边停下来吃点东西再走。吃完饭呢，继续我的旅程。下一个换电站呢，我去的是沂南服务区换电。这个换电站边上就是充电桩，我很喜欢这样的布局啊，可以影响一下在充电的车主们，让他们在等待充电的过程中，看着换电的车辆一台一台接着就走。在这呢，我还飞了一个无人机，稍微提示一下，其实充电的车最好不要紧挨着充电，因为呢这样会分功率的。如果充电桩没有满的情况下，你间隔着去试一试停车，或者大家都彼此离着远一点，说不定充电的功率会更高。不过这个经验呢也不是100%可靠的，我还见过3根桩同时共享一个充电柜，间隔起来也没用。3台车呢，你要是来的时间不合适，大家的需求功率都高的话，但每个人可能只能拿到40多千瓦，也就最多60千瓦。所以你要充个100度的车的话，差不多也要充1个多小时。进入山东之后呢，地势逐渐就没有那么平坦了。看着周围的那些山脉，我决定下次高低一定要把泰山给爬了。进入衡水之后 ，NOP Plus 城市领航也都能用，但是在这样的路况下，我放弃了。我在衡水中学的门口呢去打了卡，时间还挺早，我也没有觉得累。衡水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看了一下地图呢，我决定去雄安新区看一看。那需要补能的同学呢，其实未来在衡水也部署了换电站的。在去雄安的路上呢，先走大广高速，再走京雄高速。这一段服务区呢没啥吃的，天色呢也渐渐暗下来，我到雄安了。好嘞，我们到雄安新区了，朋友们，你看这些地方都不远。说是不远，200公里吧，也就是一脚油道，是吧？半桶电道这么说，啊，这个表达有点奇怪了哦。哎，好，这是我第一次来，我们先去换个电，这回真没电了，还剩10%的电。哇，好亮！
未来呢，在雄安其实也有建设换电站的，边上呢就是个体育公园，看起来人流很大，都有乱停车的挡在换电站的前面了。如果完全挡住了，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堵门了，那你就得打电话喊他们挪车了；另外一种呢是没有堵门的情况下，你还可以自己把车给倒进去。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打给未来的客服，客服呢会指导你倒车入库之后手动来启动换电。那雄安新区呢，目前仍然在一个建设阶段啊，道路呢经常都是有改道的。我这一次呢住在雄安的索菲特酒店。好，今晚睡这里。今天走了12个小时，开了1183公里。好了，好像还是挺多的哈。9点多钟呢，看起来也没啥吃的了，于是呢我就在酒店解决了。客房呢是新的，这也是我订酒店的一个首要要求啊，来一个 room tour 吧。还行吧，非常标准的索菲特装修。然后才装修好不久，还放了个空气净化器，哈哈。房间的尺寸还行。睡觉前呢，我在 B 站好好的补习了一下明天要看的云冈石窟的知识，这也是我旅游的时候的一个习惯。旅程呢进入了第2天，早上起来我发现雄安的景色真的很美啊。雄安索菲特的早餐呢还是不错的。早起出门呢，今日就准备开去山西了。上车之前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擦玻璃。这个季节啊，跑一下高速公路，虫子真的是太多了。先把玻璃擦一下。昨天跑了一整天之后，靠，这个玻璃上全是虫子，严重影响我拍视频啊。离开雄安之前呢，我还去了一下酒店对面的悦榕公园啊。7岁雄安，拔节生长，那下次再见喽。离开雄安开不了多久，就进入了太行山区，地貌明显发生了变化。进入太行山区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些爬坡。我来服务区放水的时候呢，竟然看到了换电站，还看到了巨量的服务区充电桩。我决定呢，在这里拍一期视频，聊一聊未来的可以充电、可以换电，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未来也是可以充电的。这是狼牙山服务区，哇，好多未来的充电桩啊，一直都在换电，对吧？用换电站换电，很多人都忘了咱们是可以充电的呀。很多不熟悉未来的同学们都会觉得未来只能换电，其实一样可以充电啊。看，只要插上就搞定了。Hi Nomi， 在呢。没事了。好的，回头见。而且未来车主的换电站加上加充桩应该能接近80%左右的电量吧，所以就是可以充电，可以换电，就是比只能充电的车要自由，对吧？充电呢还要下车拔枪呢，下雨天呢还要踩水呢，我就给大家单纯的演示一下。我放水呢加拍视频也就花了8分钟，充了17度电，防止有人抬杠啊，说我悄悄的充电。那咱们这一次行程啊都是全程换电的。你说让我充电，那太容易了啊！那未来的充电也是能充的，并且我在家里其实就是有加充的。毕竟车如果停在家里的话，你又不用车，你让它充电是合理的。但你说跑长途的服务区，在那排队，在那等慢慢的充电，那我是拒绝的。今天的首要目标呢，应该是去应县木塔，但是在距离应县还有40多公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悬空寺。刚才进服务区的时候，看到有个标志，写着悬空寺5公里，这个东西很近啊。我看了一下导航，是吧？20分钟的路，那咱们就去瞅一眼呗。我知道悬空寺的登临就是登上去，还是挺壮观的。不过登临经常会排队，我们今天去看看去。没有做任何攻略，没有做任何准备啊。嗨，Nomi，在呢。跟我们聊聊悬空寺吧。抱歉，当前网络不佳，请稍后再试。好吧。所以我们就去悬空寺看看。嗨，Nomi，在呢。你对悬空寺了解多少？悬空寺可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奇迹呢。它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博源县境内的一座悬崖上，是中国仅存的佛、道、儒
如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悬空寺不仅外形壮观，而且建筑技巧也十分高超，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智慧和才能。悬空寺的建筑特色是奇、悬、巧，它充分利用了峭壁的凹凸部分，巧妙地依山就势，建造出了这样一座别具一格的建筑。在悬空寺里，你可以欣赏到精美的佛像、壁画和古老的建筑风格，感受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进入悬空寺的停车场之前呢，有一段水路，其实是可以开车开进去的，不要犹豫。如果你把车停在外面的话，会有人拉客的，就很烦。那悬空寺的边上呢，就是衡山，如果你要爬的话，也很近啊。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寺庙。我其实看过悬空寺是怎么建造的一个视频，还是很厉害的。然后登临就是登上去，这个点儿都买不着票，所以在下面看看，然后咱们就可以去应县木塔了。那个也是我心心念念的一个东西。离开悬空寺之后呢，开不了多久就到了我心心念念的应县了。应县的这座木塔呢，我在国家博物馆看过模型之后就决定一定要来。上一次我在拍小米苏七视频的时候，其实我留了一个小彩蛋，在里面我设置的导航就是去这里。不知道大家看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很疑惑，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坚持要导航到应县木塔呢？佛宫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2年，也就是1056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主体材料使用的是华北的落叶松，斗拱使用的是榆木。因为存在的时间非常的久远了，所以塔内保留着许多名人题记，其中有明永乐4年明成祖朱棣题的郡级神功这个牌匾，还有明正德3年明武宗朱厚照题的天下奇观的匾额。这块郡级神功值得一说啊，目前呢只有吉字这个字呢还是朱棣当年写的，另外3个字呢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掉了，但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应县的教师仿照这个字体自己写了3个字上去啊，这也是文物保护工作中的一处奇观了。这座塔的出名呢，其实跟梁思成先生也有很大的联系啊。在华北地区呢，曾经有一所谚语广为流传，叫做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当时呢，大同并没有直达应县的汽车，要想从大同去应县，必须先坐汽车绕至山阴县岱岳镇，然后再换乘骡车前往应县。其实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梁先生到达应县之后，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根梁、一个斗拱一个斗拱的测，记录下了这座1000年的奇观。而且呢，在这里还差点出了危险啊！记录完木塔之后呢，塔刹还有10几米高。那除了几根铁索之外呢，没有任何可以攀登的东西。梁先生呢，就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的往刹间攀去。这座900多年的古塔啊，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经锈蚀断裂了？梁先生最终成功的把塔刹的各部分尺寸及做法给测绘下来了。这座塔呢，买买是强烈建议大家来看一看啊！现在已经不让去登临了，只能去1层。它的每一层呢，其实都有不同的造像的，网上有图，非常精美，而且也出土了很多文物啊。这座塔身呢，由于年代久远，经历过地震，经历过炮击，加上一些不良的保护，塔的部分结构被人给拆了。塔身呢，目前已经发生了倾斜了，尤其是在2楼，已经测出来有12度的角度之多了。那北京建筑大学呢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一直在合作研究如何去修复这座木塔。不过木塔的工艺呢真的是过于复杂了，这些年呢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实验，目前呢还没有扭转塔身倾斜的趋势，期待他们早日有成果。这可真的是1000年奇观，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给倒了。离开了应县木塔之后呢，我去大同市区换了个店。大同目前没有未来的 New House， 也甚至没有 New Space， 但是呢，未来在万达放了展车，是有 Fellow 在那儿的。如果你要去试驾的话，我觉得换电站门口的这台停着的 ET5应该是一台试驾车啊。云冈石窟呢，声名远扬，也就不需要我再过多的赘述了。我就聊一个快速停车的方法吧。刚才进来的时候发现停车场已经堵上了，然后他们好像在维修，停车场特别的远。我建议大家呢导航到晋福花园，对，那是个小区，然后你就可以来停车了。停到晋福花园之后，只要走过这个桥，那个花园在那儿，走过这个桥，这个就是景区入口。近不近吧？关于云冈大佛的知识呢，我真觉得看 B 站的视频就完全足够了。吃晚饭呢，值得一说。一个人出门呢，最大的麻烦就是点餐，点1、2个呢，总觉得好吃的没吃到；点多的话就容易吃不完。
那晚上的大同呢没啥玩的，九龙壁之类的下午呢就关门了。大同市呢还有几个著名的塔刹、善化寺之类的都值得去看一看。这里呢梁思成先生也都有考察过。当然华严寺对面的建筑，我记得之前时任大同市市长耿彦波还有一个碑来专门说这个事儿的。大同市的酒店呢，我是住在汉普顿希尔顿，国内呢应该叫欢朋希尔顿，无功无过，价格呢也不贵。大家来大同旅游的话，我觉得一天可能不太够，因为周边的应县啊什么的你要跑一跑，可能准备一个3天2晚的时间就可以很轻松的绰绰有余了。那第3天呢，我是要开车去内蒙古的，但是我决定先去一个小众的地方。导航到长城1号公路这儿呢，先要经过大广高速，大概开1个小时就到。从秦代之前，各国就在修长城，然后秦统一了6国之后，把各国的长城连起来，然后还让蒙恬去修了，对吧？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3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月，对吧？这个大家都学过吧？所以长城在中华民族的这个记忆中还是非常浓厚的一笔啊。我们在这里左转，这个1号公路修得很好看的，哇哦，确实很漂亮啊。往前开，你能看到一个修好的停车场，这里边上的村庄就沿着长城而建，田地呢也直接开到长城脚下，远处山脉上呢更是能看到烽火台的遗迹。不管这边是否要变成景区，反正现在用无人机还是非常方便的。这段长城呢，其实也就是明长城，现在外墙的包砖已经脱落了，只剩下夯土城。北依阴山山脉，南临低矮平缓的丘陵平原，这一块视野宽阔，就是一个典型的军事战场啊。再往前开10分钟的路，就能到另外一个冷门景点八太子教堂。像不像塞尔达传说里面的那座塔？这里目前还处在开发中，是不收费的，以后就不知道了。这里好宁静啊！这以前其实是个教堂，后来只损毁到只剩这些了。该教堂初建于1876年，为意大利传教士所建。清光绪26年，以夏金公、曹老五为首的义和团杀死了外国传教士14人，中国教徒4人，同时呢将这个教堂给焚毁了。清光绪27年，德国传教士再次跨过亚欧大陆，重建了这座哥特式教堂。目前呢，这座教堂还是损毁到只剩现在这样。八太子教堂也是沿长城的唯一一座教堂，因此也被看作是东方的长城文化、西方的教堂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这几种文明相互交互中碰撞的地方。目前呢，这个地方已经在平整土地了，估计呢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景区。至于收不收费，你们觉得呢？有人说长城不高，那怎么样防御呢？其实长城主要的防御作用是防止马匹过来，它有这个宽度，马就过不来，而且呢用石头啊或者夯土筑的。它很结实，这样结实的长城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如果你想突破这块防御，你就把长城打个洞。首先你打起来很艰难，好不容易你把它打完洞之后，你得进来吧，进来之后你得抢东西吧，对不对？抢劫完东西之后你要干嘛？你要回去。那哪个地方破防了，这时候驻防军就可以过来协防，把你包个饺子就挂了，对不对？然后同时呢，长城上面还是可以跑士兵的，相当于就是一种古代步兵的一种高速公路。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了。然后长此以往，一直使用长城来驻防，导致了就是这些异族、这些敌人们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你们猜猜？他们的经济系统崩溃了，因为他们只有牛羊肉，对
对，但是人生活不仅仅只有牛羊肉啊，你还需要很多别的手工业制品，你还需要蔬菜，你还需要这些东西。他们不能进来抢，他们的损失很大，于是经济系统就崩溃了。离开教堂呢，向前行驶1公里就能看到更加壮阔的明长城的堡垒之一明卢堡。始建于明嘉靖21年，明代晋鲁五堡之一，原名宁鲁堡，意为宁西胡虏骚扰。清代改鲁为鲁。山西旅游的好处是呢，这些东西都放在路边随你看。好，现在是今天的计划安排，直接开去响沙湾大概是280公里，但是我现在觉得可以去一下呼和浩特，因为内蒙古我都没有去过，呼和浩特是有 New House 的，我想去转一圈，对，打个卡什么的，这样的话就会让我这个行程多了70-80公里，但是无所谓啊，今天下午只要6点钟之前到达响沙湾就 OK 了。所以我决定稍微绕一下路，来继续探索探索。讲分享完之后呢，也可以有我们线上的这个提问，然后和我们线下的提问。开会之后呢，就是大家在一些8秒钟之后，那今天就大概分这这块屏幕就消失了。下面请郝超。你说傻不傻？呼和浩特到啦，耶！去换个店，吃个午饭，下午去响沙湾。下单成功。前面还有0人，为避免过号，请尽快到达换电站。如遇问题，过去请拨打换电服务热线。开燃油车来中石化，现在开电动车还来中石化。看，未来和中石化合作的换电站。因为换电呢节约了很多时间，所以呢我还可以去内蒙古博物馆去转一转。强烈推荐1楼的远古世界展览馆，有恐龙，各种恐龙，各种各样的大恐龙。逛完博物馆之后呢，这时候真的该出发去响沙湾了。这里路过一个服务区，我突然意识到在内蒙古充电是免费的，可能有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了，前面有一个服务区叫哈素海，进来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未来的免费充电。对，全体车主买车在北方8省都有免费充电，因为北方8个省份，什么内蒙古在内啊、甘肃、东北那几个省份。补能资源比较少，未来给所有的车主，对，每年1000度的免费充电，超过1000度之后只收电费不收服务费。我是不缺电的，但是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这种东西可能在你买车的时候你感知不到，但是一旦你真正补能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真的会谢谢未来的。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有4根充电桩，直接插上。然后我们去上个厕所，上完厕所回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免费的订单，我们就走。好了，我回来了，我们把充电先停止掉。来，我们瞅一眼刚才的账单啊，看，结算方式为 PowerNows 权益，知道吧？这个权益就是免费的意思，每年有1000度。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订单，
我不是缺电，我就想给大家演示一下，买车这种事情要用很久的，其实还蛮考验价值观这个事情的。好吧，走了，继续。响沙湾到了。哇，这么多！停一块，停一块。其实还挺壮观的。有金 A、青 A、沪 A、陕 A、金 A、豫 A、沪 A、蒙 B、金 A， 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来到了这里。接下来这2天的行程呢，我会跟着未来的 EP Club 一起玩。未来的 EP Club 呢是未来的一个高净值，不能说高净值，高未来值俱乐部。这里面的成员呢是在先排除了员工之后，未来值在全国排名前120的人。他们这个EP Club 呢，在每一个季度会有一次聚会，所以呢，你们在响沙湾的停车场看到天南海北来的未来车。这里呢只是停车场，进入酒店还挺复杂的，要做一道索道。进入酒店呢，等于进入了沙漠，酒店呢就在沙漠里。铁子们，你们能感受到索道箱体在横摆吗？这个感觉很沙丘哎。哎，索道出口。这地方，你要是自个儿干行李，那确实得干到累死啊！好，我决定退房的时候早点退。哦，这是接下来的通勤车了。虽然呢每天晚上的价格不便宜，不过沙漠中的酒店嘛，你也会知道这个酒店的条件还是有限的。我这个房型呢，甚至还没有做干湿分离，在2024年的度假酒店里这么做的应该比较少见了吧？进来的风格，我想说 little bit strange。谢谢他们准备的水果、帽子。水，不过好处是面朝一个沙坑，酒店呢分成好几个环路组成，我所在呢是1环，距离是最长的。如果出门运气好，能遇上小火车，可以让它拉上你，那拉上你一次，你就可以少走500米的路。但是呢，这家酒店的特色就是呢，拍照特别好看，仿佛沙漠中的一叶扁舟，尤其是你用无人机飞起来的时候。而且呢，依托沙漠的优势它会有很多跟沙相关的活动。对于不常见沙子的我来说呢，在这走走我就很开心了。照例呢 EP Club 安排了晚宴，晚宴结束呢还放了烟花，还做了篝火晚会。那晚上呢，酒店还组织了观星活动。虽然当天云也很多，但是一群人晚上踩在沙子里去看星星，真的很开心啊！响沙湾的第2天呢，我终于坐上了小火车，电动的还是好用的，效率高。这个车充满这边的跑几圈啊？也就是7、8车10圈这样。哦，这个车也得整成换电了才行。大自然呢也会奖励每一个嘴硬的人。
啥不好上的？我也没上过，一定可以的。Let's go！ 小心啊，地上有根电缆。上得去吗？手脚并用应该可以吧？哦，这个很有意思啊！慢一点，我要踩你的脚力。要留个脚力给我踩。我去，上路下坡路。好累啊！不过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很不错。今天好玩的活动呢是开车在沙子里，酒店的这条路线呢已经每天被接驳车压得非常结实了，所以呢并不太难，只要你稍微会一点点反打，加上油门控制住，不太会陷车的。住在沙漠里好玩是很好玩的，但是你要出去的时候就麻烦了。那来的时候的那条缆车呢没有开，今天呢我是坐另外一个缆车出去的，虽然能到酒店外面，但是离我停车的地方真的是有一点远。恰好呢我遇到一位从嘉兴来的车主朋友，他把车呢是停在另外一个停车场的，给我送到了我别的车边上。所以呢作为度假酒店，我还是要提一点建议啊，安排固定的接驳车，把通勤的乘客送出门，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你不能说乘客要出去，你跟乘客说没有办法出去的，你得等那个大家集体出去的时间，我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刚才要上车的时候，发现未来的团队他们把每台车的风挡上的虫胶全都去掉了，这里每台车的虫胶都是干干净净的，你可以看到前面还是脏的，但是风挡是干净的。靠，未来这种无声的服务其实还蛮吓人的，就是这种竞争力，这种能力。你看，这里每台车的风挡都是干净的，在这里这个季节跑高速，就是会脏到不行啊！谢谢内蒙古团队的同学们。别看刚才的天气很不错，这不一会儿就大雨倾盆了。对于鄂尔多斯市来说，这么大的雨应该很少见了吧？那我去鄂尔多斯能干嘛呢？经常看我视频的同学应该知道，我肯定是要去博物馆的嘛。鄂尔多斯的博物馆的硬件非常一流，所展示出来的东西呢也颇具特色，值得来看一看。看完博物馆，吃完饭之后，晚上回到酒店已经是9点多了，天已经全黑了。我发现呢，全新 ES8的灯真的好看啊，我又忍不住拍了视频。就像蔚来这样，车灯的启动如此有仪式感，而且点亮周围如此大范围的照亮，真的还是蛮少见的。又过了一天，一觉醒来，天空阴沉沉的。我虽然5点半就起床了，妄图拍摄沙漠日出的计划显然是泡汤了。不过呢，这也给我的沙漠之行留下一个尾巴吧，以后有机会再来拍呗。好了，离开内蒙古，嗨，农民，我来啦。导航到西安万荣 JW 万豪。要选哪一个？哦，海荣。好的。稍等，正在规划路线。开始导航吗？777公里，很吉利的数字。从响沙湾到西安呢，只有777公里，其实很近，而且换电站特别多。不过要注意，在过秦岭的时候，海拔会有些许的攀升。如果像 ES8 这样的大型车，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能耗的问题。除了榆林北之外呢，我在三元服务区也换了一次电。哦，前面还有邻人，为避免过号，请尽快到达换电站。如遇问题，下单成功，请拨打换电服务热线。慢慢打开，所以你看到这个换电站门关着，不是倒闭了啊。好了，777公里，2次换电，我这是最费电的 ES8。如果你开 ET7 来的话，应该是1次换电就够的。怎么样？跟你们的油车也差不多吧？只是比油车使用成本低一点，动力好一点，更安静一点，智能化强一点。换车。你看充电桩永远都是在那要等着的，这里没有任何一台车可以3分钟充好。快到西安的时候呢，时间很早，我决定就先去半坡遗址看看。我还是要强烈推荐一下半坡遗址博物馆啊，这是一个很老的博物馆了，以至于被高层住宅所包围着。博物馆的陈列呢也非常古老，不管是灯光还是动线都很古老。我猜下一次更新呢，他们会把亚克力的玻璃换成现在流行的高透明度低反射玻璃。我看到了人面网纹盆，小时候历史课本中的人面鱼纹盆，目前在国博
就是初一历史课本上跟袁某人、何某度人放在一起讲的那一刻。文物嘛，在你面前，你可以仔细的端详，还是比看照片要更加的真实的。半坡遗址这个距今6000年的遗址，出土了很多的石器，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大量的陶器。遗址的总面积呢有5万平方米。我一直以为这个遗址博物馆就是个博物馆，其实它也是一个发掘的现场。在这里呢，你能看到他们的居住区，看到他们的制陶区，看到墓葬区。这里有他们房子的地基，有他们的灶台，有他们的门洞，有他们防范敌人所挖的壕沟，有他们制作陶器的地方。甚至呢，还有他们的墓葬。我上一次看到这么震撼的地方呢，其实还是去看到木乃伊啊。这个博物馆呢，把这些先祖们的遗骸都放出来展示了啊。为了这个视频方便过审，我就没有放出这些画面了，真的值得你去看一看。你会忍不住的去想，这6000年前这样的一群人是什么样的呢？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他出门去打鱼就遭遇了不测，氏族的人呢就把他草草的给安葬了，还是他压根儿不属于这个团体，所以他葬得如此的草率。苏东坡先生呢，当年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感叹人生的短暂。这种真真切切的遗骸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是会努力的去想，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吧。西安住的酒店呢，边上就是 Neon House， 非常好看啊！趁着晚上歇业之前，我赶紧去看了一眼。那西安牛屋呢，我看到了 ES8的全新配色月辉银，我这个免费的星辉瞬间就不香了，真的非常好看，旗舰气质完美的给拿捏住了。去完牛屋之后，这个玻璃跑长途舟的虫胶我真的有点受不了，我找了一家自助洗车店来冲一冲。在西安哦，晚上10点钟自助洗车竟然还会排队，爱干净的西安人民啊！来到西安的第2天呢，我主要去此前没有看过的乾陵。这个景区超级大，好几个陵墓。最佳方案呢是把车停在游客中心，然后花30块钱买一个景区的区间车，一路上沿着永泰公主、懿德太子、无字碑、张怀太子这样的一个路线去参观，最后拿车走人是最方便的。值得一提的是呢，因为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张怀太子他们的地宫已经被盗了，所以呢3个地宫都是可以下去的。3座墓葬的结构呢也都差不多，被盗的位置也差不多。这3个墓呢主要就是还剩下一些壁画，但是这些壁画呢也被剥下来，然后拿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来保存。所以呢现在你看到这些壁画呢都是仿制品，也为这个所以呢这个参观，如果你没有下过墓中，你会觉得这个挺有趣，尤其是在人还挺少的时候。倒是呢，在乾陵东门那站下车的时候，你走一点路，在这里能看到无字碑以及61番丞相。这些像的脑袋呢是什么时候没有的？还有很多猜测，感兴趣的同学不妨自己去查一查。离开了乾陵之后呢，我就准备回上海了。这一程呢，我最想去的应县木塔已经看完，所以其他东西呢对我来说都是白赚，还顺便领悟了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以及食物。从西安到上海也就1400公里，是很近的，我觉得是我1天就可以开到的里程，尤其是对于辅助驾驶的车来说更是如此。那这一路的换电站呢也非常的密集，70度都能跑，更何况我是100度的车，我可以轻松的跳过很多换电站来行驶。到唐河服务区的时候，我还剩下4%的电量。如果你是一个充电的车主，这个时候你就该慌了，你只剩4%的电量，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地方的充电桩充满了？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地方充电桩的兼容性不好？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充电桩排队的人很多？然后呢，你又急着上厕所，你又不敢，对吧？那个把车放在那儿，然后人走，这样就没人帮你去排队了。或者说桩真的就充不了，就得叫拖车了，而且多长时间充好，你心里是没数的，你只能安慰自己。所以充电车主经常嘴硬说自己什么吃个饭顺便充个电，然后因此呢，在一路上因为要充电，所以顺路被迫吃了不少顿饭。好，这个服务区是有领航换电的，而且还挺酷的，我们就让他来跑一下呗，看看他自己去换电站换个电。他会自己开进匝道，然后在服务区里头自己导航，看，这都是他自己完成的。好，这个时候他要右转，你看那边是充电桩。这个季节吧，充电虽然有棚，但是地上是湿的，湿漉漉的，
而换电就可以优雅的完全不下来。领航换电，下单成功。A few minutes later， 给充电的车主们安下一颗种子，希望他们以后买可以换电的车型。但是换电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前面那一个人他换电的时间就是3分钟，这个预期呢是可靠的，你知道到你这儿就是自动排队，不存在别人插队，你知道每一次换电就是这么可靠能完成，你知道换完的电就可以正常的跑，所以在跑长途的时候，这个换电站的优势显得格外的大。换完电之后呢，继续行驶，天气逐渐变差了，一路上 NEO Phone 呢一直都在不停的提醒那个周边气象局所发布的，又是冰雹预警，又是大雨预警。到达河南信阳附近的时候呢，已经是瓢泼大雨了，电闪雷鸣。我给大家看一看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啊。到最后呢，雨刷开到最大，也已经很难刮干净雨水了。我选择呢，下高速住在信阳。到了信阳市呢，我在信阳的万达先吃了顿饭啊，这附近也是有未来换电站的。下面的停车场呢，还有 NIO 的充电桩。信阳呢没有洲际、万豪这样的酒店集团，万达的对面呢就是亚朵酒店。我看到的是2024年新装修的，今晚就住这儿吧。300元的房间啊，出乎意料的好，设计非常合理，照明开关联动窗帘非常方便，整个房间色温也对。洗手池连同一个巨大的岛台，细节处理的也很好。擦手纸的垃圾桶也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放在台面上，使用起来更顺手。就连房间的饮料，一般酒店给一个茶包是很正常的嘛，但是亚朵准备的是一次性的外带杯，这可比大多数酒店提供的杯子要让我安心多了。浴室的干湿分离也很合理，洗澡水的热水也很稳定。最关键的是床品非常舒适啊，床垫比我前几天住的酒店我觉得还要舒服，这非常让我意外啊。那亚朵的 app 也很好用，预定呢也如此的顺畅简单。入住之后呢 ，app 直接提供房间号、WiFi 密码，其实比5星级酒店做的效率要高多了，也好用得多。那我查了一下，亚朵还有个高端线叫亚朵 S 啊，下次旅游去哪儿如果有亚朵 S 的话，我还愿意去试一试。在信阳住了1夜之后呢，雨过天晴。我在回上海的路上，我甚至通过手机 app 下单，把100度电池给还了，换回了75度。啊，没错，未来这个换电你可以临时升级100度，你可以随时借，你也可以随时还的，而且还的那个站点不一定是你借的那个站点，只要你还或者借的那个站点，它100度跟75度的电池比例合适，你就是可以借还的，所以非常方便。最终呢，这一周的行程我开了4593公里，全程都在换电，这就是未来特别强大的地方啊！目前看，只有未来的通行效率是跟燃油车一样的，甚至说未来的通行效率更强。我这还只是100度的电池。那昨天2024款的 ET7有3组直播，分别是从北京到合肥，从上海到厦门，从昆明到湛江，每一台车全程都开了超过1000公里，一次充电行驶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啊，最远达到了1070公里。加上上一次0度的天气的时候，斌哥开着车跑了1044公里，还有电的记录。所以还在用油箱去贩卖里程焦虑的故事，应该很快就要讲不下去了吧？最关键的是，这块150度的电池不需要你去购买。对于你面临像这样极限的长续航，比如说你要穿越某个无人区，比如说你在新疆、西藏那些人迹罕至、那些充换电资源比较差的地方，你能租到一块这样的电池，你的长途体验会是非常的厉害，甚至说可以比油车更加好。这样的奇迹背后，其实就要依靠未来的换电体系，用巨额的研发去突破技术的瓶颈，用无敌的体系化效率去保障每一位车主的出行优势。而不是靠嘴炮，而不是靠广告去说我的车有多好。我这是4000多公里的长途，全程不去充电，你换别的车行吗？只有未来当前能做到。好了，这一趟简短的旅行，其实对于电动车主长途出行，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经验的作用吧。如果你看完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感触，不妨去你身边的 NIO House、NIO Space 去试驾一下车。现在的未来的价格呢，不仅很便宜，而且如果你选择使用电池租赁的方式去购买整车的话，不仅可以享受到车价减7万块钱的优惠，而且每个月支付728元账单的时候，每支付4期账单，未来还会给你免费1期账单。这样的话，相当于每个月租金只有500块出头了，而且油车置换的话还有1万块钱的额外补贴，没有比现在买未来更加优惠的时候了。赶紧去周边的牛屋去看一看吧。好了，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长途旅行视频。如果你能看到这儿，真的是真爱啊！感谢你，那你们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这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